经常情绪低落，心情波动很大吗？觉得人很疲倦，而且失去生活上的动力吗？经期不规律，常常失眠吗？女性最容易忧郁症爆发的3个时期是什么时候呢？如何战胜女性忧郁症？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伙伴朋友，大家好，我是 Dr. Lin。根据 WHO 的统计，全球女性罹患忧郁症的比率是男性的2倍。2016的 Brain and Behavior 期刊研究也发现，女性受到焦虑的影响几乎也是男性的2倍。虽然引发忧郁症的原因有很多，那这些原因呢，我们在健康聊心室的第52跟53集曾经都有提到过。但是呢，为什么会有这个男女性别上的差异呢？其实答案是因为女性荷尔蒙的关系。女性在尚未停经前，每个月的荷尔蒙波动都会影响到心情，而女性开始停经进入更年期后，由于荷尔蒙突然大量的减少，这也会影响到心理与情绪层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战胜女性忧郁症你一定要知道的3件事。第一，女性忧郁症容易爆发的3个时期。女性在荷尔蒙突然波动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得忧郁症。从青春期的初经来开始，直到停经之后，这整段人生的岁月，在某个时间点都可能爆发忧郁症。而3个最敏感、最容易忧郁症的时期就是：1、月经前。月经来之前最常发生经前症候群，而常见的经前症候群心理层面症状为易怒、哭泣、情绪波动大、暴饮暴食、失眠。不过幸好这些症状在用自然医学的非药物疗法把荷尔蒙平衡回来之后，通常都可以大幅的改善。2、生产前后。若是为了做试管婴儿而使用许多的排卵针与荷尔蒙制剂，那这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妇女的身心状况。再来就是生产后，当照顾新生儿和各种生活变化的压力一起来的时候，新手妈妈常常很容易就会发生产后忧郁症。3、更年期前后。年轻时如果就容易焦虑和忧郁的妇女，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常常会经期不顺的话，这时候荷尔蒙失调的病根在年轻时候如果没有好好处理，那这样子的体质在开始进入更年期的前后几年，由于荷尔蒙突然大量的减少，分泌量又变成不规律，那这个时间点呢，就很容易再复发各式各样的身心失调问题。所以如果你自己或是身旁的朋友正处在这几个特别的时期的话，建议大家要特别关心自身的身心状况。第二，妇科数疾容易引发忧郁症。我们刚刚说了，女性忧郁症跟女性荷尔蒙的变化有非常大的关系，而荷尔蒙的波动和失衡会直接导致各式各样的妇科疾病。常见的像是子宫内膜异位、巧克力囊肿、子宫肌瘤、子宫肌腺症、多囊性卵巢囊肿、到乳癌、卵巢癌等等。而这些妇科疾病的病根就是荷尔蒙失调。这些妇科数疾如果是反复发作的话，像是子宫肌瘤一直长、一直变大，或者是经血量太大导致恶性贫血，这些症状呢，可能都会严重的影响到女性的生活品质，或是巧克力囊肿一直复发，导致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手术，或是术后又发生骨盆腔粘连，导致长期的慢性疼痛，这样子常常都会让女性朋友的身心极度煎熬，而且引爆忧郁症。而荷尔蒙波动同时也是妇女忧郁症的病根，所以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呢？它们其实都是同一挂的。因此，要根治女性忧郁症，就必须同时逆转荷尔蒙失调和治愈原本的妇科数疾才行。第3，药物引发忧郁症。我在临床上常见到一些患者，他们原本的妇科疾病还没有被治愈，但长期吃西药下来，却多跑出来另外一个病，叫做忧郁症。其实，在2018年美国医学期刊《JAMA》有一项历年来最大规模的研究显示，许多常用的药物竟然可能会引发沮丧、忧郁等情绪障碍，而这就是所谓的药源性忧郁症 （Drug-Induced Depression）。患者只要是在药物使用中、成瘾或戒断的状况下，有明显的心情低落，就可以诊断为药源性的忧郁症。而药源性忧郁症不需要完全符合所有忧郁症的诊断指标。常见会引发忧郁症的妇科相关药物的种类有：1、口服避孕药；2、荷尔蒙调节剂；3、性腺荷尔蒙刺激素类似剂，也就是所谓的停经针。以上这些药物原本的用意常常是用来治疗上面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妇科疾病，它们机制通常是去抑制排卵，
降低体内的雌激素。但有些身体很敏感的人，很快就会出现更年期症候群的症状，像是热潮红、发汗、情绪低落跟失眠。因此，女性朋友如果有忧郁症倾向，一定要检视一下你手中正在服用的药物。我通常都会用自然医学的非药物疗法为第一线，来协助患者一边调整体质，一边处理荷尔蒙失调，然后同时建议他们调整正在服用的西药，这样子处理忧郁症与妇科问题的整体效果才会好。目前我们这个健康聊心事频道里面的妇科健康系列，总共有14集影片，想要逆转妇科问题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参考哦。关于战胜妇女忧郁症这个主题，今天的 take home message 其实就是根治女性荷尔蒙失调。只要你能够把失衡的荷尔蒙系统调回来，告别女性忧郁症非难事。如果你希望采用自然医学非药物疗法为主的话，欢迎参考下面的资讯栏与我们联络哦。今天的影片，如果你觉得很有帮助的话，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别忘了订阅、按赞跟分享哦。健康聊天室，我们下次见。